各位，我常说一句老话，叫傻娘们当家，房倒屋塌。你就看看那个欧盟这帮傻娘们当家了以后，欧盟现在成了一个笑话了，都是一个什么德行了，把自己的这个国家整的什么德行了。所以呢，很多的网友留言说，中国这个公职队伍里、法官队伍里，就是因为这些傻娘们太多，所以中国有些领域呢，有些案件呢，也搞的是乌烟瘴气。比如说 LV 的这个案件啊，说到这两天我们说到这个长沙有一个美女处长霸占人家的车位这个事儿呢，好多网友说，哎呀，对。这个傻娘们儿，那身上肯定像浩哥说的一样，有人呢。这会儿无论这个傻娘们身上有多少人，也都得被一锅端清洗了。这个傻娘们可以说是凭一己之力，把整个的长沙官场引来了大清洗。那位说，你说的是不是有点夸张了呀？真的啊，朋友们，一点都不夸张。因为央视已经是点名痛批，而且建议开除公职，这个事儿没那么容易完啊！就这个傻娘们儿，还让人家原车位的那个主人给他道歉，好家伙，激起了中国网友的众怒。万能的中国网友就开始挖这个傻娘们的背景啊！好家伙，这可是3级跳啊！我看有朋友给我留言说，浩哥，你说的他不是这个真正的处长，像长沙这种城市呢，也就是个科长，也是充其量也就是副科长级别的吧，是在这个中国的公务员队伍里边是属于垫底的副科长，不是什么处长啊。好吧，那个副科长升的也是太快了，3年3级跳，你要说他身上没人，谁信呢？那他身上有什么人呢？说的是她老公，他说他身上她老公级别更高。有人说估计他那个有一个师的男人在他的背后。好家伙那问题是真的是她老公吗？有网友说亮点是他停下车去楼上睡觉了，而且据说他并不是这里的业主，不是这里的业主，这个说得通，逻辑上说得通。因为如果是业主的话，他有车位啊，为什么要霸占人家的车位呢？对吧？亮点是他开车到一个不是他小区的地方上楼睡觉了。一般的来讲，如果你真的是在一个人睡觉的话，底下有人给你打电话说你占了我的车位了，你是不是应该披上衣服就下去挪车去啊？当然我说的是一个人的情况下，那如果是2个人办事儿的情况下呢，那可能就不愿意动了吧。这才是亮点所在，朋友们去别人小区车停别人车位，在别人家睡觉，高，实在是高啊。那么据说调解的还有一个什么本小区的眼镜男之类的，那他是什么关系啊？这个是不是应该查一查呀？来了，最硬核的来了，朋友们，中国的央视专门为此出了一篇特别的评论。这个特别评论里边有一句话，你们仔细品啊。公职人员的私德连着公信，央视网评长沙副处长霸占车位，驳斥了私事无关公职、过度较真的论调。评论指出，公职人员的私德从来不是私事，一举一动都代表政府公信力，连日常规矩都肆意漠视，很难让人相信其在岗能够秉公办事。小事应照作风，唯有依规严肃处置，正视私德小节，才能守住公职人员的公信力底线。公职人员更要谨记，私德连着公信，小节失守，消耗的是群众对公职队伍的整体信任。最近长沙霸占车位一事闹得沸沸扬扬，一位业主花8万块钱买的产权车位，被一辆红车霸占了整整8天。占了别人车位，正常反应是道歉挪车，可这位车主呢，留假电话，撒谎说出差，拒不道歉，
还2次报警反咬一口。这么一套操作，靠一时疏忽可解释不了。事情闹大后，涉事车主被指为长沙市体育局一位副处长。有人说这是私事，跟工作没关系。真的是这样吗？公职人员的身份决定了他们的私德从来不是纯粹的私事，它是群众看待政府形象的一扇窗户。一个在日常生活中撒谎、耍横、不把规则当回事的人，到了工作岗位上，能突然变成谦卑服务的公仆吗？连不占别人车位这个最简单的道理都不认，老百姓凭什么相信他能公平办事？纸包不住火，坦诚公布事实，依规依纪处理才是挽回形象的正道。遮遮掩掩、避重就轻，只会让大家产生更多联想。有句话叫做事先做人，做人先修德。公职人员的头衔不是用来给自己撑腰的，而是意味着沉甸甸的责任。公职人员的私德连着公信，在私底下守规矩，做好表率，是公职人员的本分。公职人员私德失范，在群众雪亮的目光下，很容易被放大为对公权力的质疑。私德不仅是个人修养，也是群众评判公平正义的直观标尺。央视的这个评论最重要的一句话，大伙听明白了吗？连车位都霸占，你还指望他为人民服务吗？各位听出来了吗？这不就是央视建议开除公职吗？对吗，朋友们？湖南日报啊，湖南日报是个党媒吧？当短剧照进现实，恶邻霸占车位之我有系统。党报都，湖南党报啊，说这个女的说我有系统，我这个后边有人，我有系统。你看看这个讽刺意味拉满吧。啊，平时嚣张跋扈惯了，觉得地球都得围着他转。长沙这件事情之所以引爆全网，不是因为他多罕见，是因为他太典型了。典型的霸占车位，明目张胆，蛮不讲理加恬不知耻啊！为什么我说这个傻娘们一己之力就把整个长沙的官场给毁了呢？会引来一波大清洗呢？你以为开除他的公职就算完了呀？那人民群众提出的这些疑点，央视都出面了，当地的纪检部门不是当地的纪检部门的，应该是上边的纪检部门，不得给群众一个交代呀？霸占他人车位的彭处长原本是乡政府的公务员，2023年长沙遴选体育局文字综合处只招1人，要求是30周岁以下，只限女性。彭处长报名参加，笔试分排第2，与第1名差 2.7 分，但是最后长沙体育局却放弃笔试第1，转而录用了第2的他。到体育局仅仅2年就被提拔为副科级。你要说他身上没人，大伙儿都不能信，对吗？那但是央视这一说话，各位，你觉得他身上就是再有人，无论是什么人，全得掀下去啊！各位，长沙官场至少是体育口、体育局的这个线儿，将迎来一场官场的清洗风暴。你们同意我的判断吗？傻娘们当家，房倒屋塌，古人诚不我妻也。点个订阅，下集再聊。